大家好，我是佳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2则故事，它们都是经由新闻报道之后呢，轰动一时的话题。不管你是否曾经听过这些新闻，现在就跟着佳佳一起来聆听，或者是回味这2则不可思议的新闻。第一个故事呢，阳明山凉亭，这是一件真人真事，发生在民国82年，当时是一件蛮轰动的社会新闻。当事人呢有3位，其中2位呢上了灵异节目始祖《玫瑰之夜之鬼话连篇》，他们在这个节目现身说法。事情是发生在阳明山的一个案件。故事的开始呢，是有4个大学生，他们是非常要好的死党，经常4个人一起行动。有一天傍晚下课之后，他们照惯例到这边呢混一混，那边玩一玩，就这样子一直到了晚上10点多。忽然呢，其中有一个人就提议说：这么晚了，不然我们去阳明山夜游好不好啊？其他3个人一听，马上说好啊。因此呢，4个人4台机车呢一起骑上了阳明山，一路上玩东玩西，不知不觉骑到了阳金公路。那边有一个交叉路口，一边是往擎天岗，一边是往金山。就在那个交叉路口有一座凉亭。结果第一个人就大喊说：我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好了。他就把机车停好。接着呢，第2台、第3台也跟着把车停好。但是呢，第4台车并不是停好，而是他摔倒在地上，砰的一声，把另外3个人呢吓了一大跳。那3个人我们简称 A、B、C， 他们就骂了 D 说：你为什么不把车停好啊？这时候 D 就说呢：不要你们管。然后呢，自顾自的就趴在了凉亭的一个石椅上睡觉。因为 D 回了这样子不客气的话，让死党 A、B、C 3个人就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啊。所以呢，3个人就打算不理他，自顾自的就聊起天来了。然后他们也想说呢，我们就顺便休息一下，因为也骑得蛮远了这样子。因此3个人就在这边聊天。结果呢，聊着聊着阳明山上就开始起雾了。如果呢有晚上去过阳明山的朋友，应该知道呢，阳明山上很容易起雾，而且呢雾会随着时间越晚会越来越浓。于是 A、B、C 3个人就提议准备下山。那个时候他们看了一下时间是凌晨1点多。结果他们就把 D 叫了起来4个人讨论一下之后呢，就决定往金山的方向下山。当时雾已经很大了，所以他们只能4台车1台接着1台骑，靠着前面1台车的车灯作为引导。骑着骑着，第3台车的人忽然大叫说：你们前面2台停一下啦！前面2台车呢一听到之后呢，马上停住，就问第3台车说：你干嘛停下来啊？然后呢他就说：第4台车不见了因为呢原本第3台车可以透过后视镜呢看到第4台车的车灯，可是呢骑着骑着，忽然发现呢第4台车的车灯不见了。因为雾很浓又很大，他们很担心呢第4台车是不是在路上发生了危险。于是他们赶紧呢往回骑，一边骑一边叫一边找。结果呢竟然又骑回了刚刚离开的凉亭。然后呢他们发现车子还是倒在那里， D 呢还是躺在那个石椅上睡觉。接着呢 A、B、C 就问 D 说：你刚刚不是跟我们走了吗？怎么又走回来这里睡觉啊？然后 D 就说：我也记得我跟你们走了啊，但是不知道怎么样迷迷糊糊又睡在这里了，等我有意识就是你们现在叫醒我了啊。当时
A、B、C 3个人同时觉得背脊发麻，当下决定不要再往金山方向骑，决定要往回走，骑回台北市。接着呢，4个人一路头也不回的狂飙，骑车下山这样子。到了中山北路的西欧加油站路口，当时呢在那边有一间素食店叫做农特利，现在呢那间店已经不在了。他们4个人呢当时在这间店门口，大家的就分手回家。看了一下时间大约是凌晨的2点半左右。隔天A、B、C 3个人到了学校，结果呢非常奇怪的是，竟然一整天都看不到 D 的踪影。在当时的年代因为大家都没有手机嘛，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水call水到，当时大家联络的方式呢就只有 BB call， 所以呢 D 的姐姐呢就 call A、B、C， 当他们联络上之后呢，就询问他们3个人说，我弟弟昨晚就没有回家了，那你们知不知道他的下落啊？3个人一听都说有啊，我们知道啊，昨天呢我们从阳明山夜游之后在素食店门口分开，那你弟弟他已经骑车回家了于是呢 D 的姐姐呢听完之后马上觉得不对，赶紧报警请警察协寻他的弟弟。A、B、C 呢听到这样子之后呢，3个人也加入了协寻的行列。因此警察沿着养德大道呢一路往上找，在协寻的过程竟然让 A、B、C 3个人看到了这一辈子永远无法忘记的景象。因为他们看到车子还是倒在那边，而 D 还是躺在同样的石椅上，但是 D 已经气绝多时。后来法医相验之后呢，发现 D 的死亡时间大约是凌晨的12点到1点之间，死因是心脏麻痹。但是 A、B、C 3个人就异口同声说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昨天下山到农特利分开的时候呢，已经是凌晨2点半的事。如果 D 已经死亡了，怎么可能跟他们下山？而且呢，这件事情大家都可以作证。最后的结果呢，就是 D 的姐姐控告 A、B、C 3个人谋杀。那警察也受理着这个案件。可是离奇的是呢，3个人分别接受隔离侦讯那警察呢，在这3个人的证词当中呢，发现他们讲的都没有互相矛盾。之后呢，这3个人也接受了测谎，结果3个人都通过测谎。后来这3个人当然被判无罪其实这个故事呢，我之前就听过，我忘记呢是在电视上听的呢，还是在新闻上看的，但是我对这件事情有印象。当时呢，我听到这个故事我是在想说，可能在他们第一次停车的时候，大家都停得好好的嘛，就只有 D 呢是这样子车子用摔的，他可能已经是身体不适了，只是因为怕打扰大家的兴致因此呢，他也无力去把他的车子弄好，就直接躺在这个石椅上休息。没有想到呢，因为这样子心脏就麻痹往生了。一开始他们不是聊天聊到一半，就决定呢要往金山的方向呢骑下山嘛。当时呢，他们叫醒了 D 这个时候 D 已经往生了，所以呢，跟他们走的并不是 D 的人，可能是他的灵魂。后来呢，他们看不到 D 的车子因此他们又往回找嘛，发现 D 还是在那边睡觉，因此他们又把他叫醒第2次嘛，也就是代表从头到尾跟他们交谈对话，跟他们骑车下山的都是 D 的灵魂。听到这个故事有没有觉得好毛所以呢，晚上要去阳明山夜游的朋友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好不好？那个没事还是待在家，尤其是现在疫情这么严重的时候。好，那么继续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第2个故事第2个故事呢，更加的轰动，而且呢，讲到这个大家应该都会觉得哇，超有名。第2个故事呢，叫做希巴喝假本。好，知道这个故事的朋友呢，应该更多啦，因为在当时这个新闻一出来，
导致很多人不敢吃无锅鱼，甚至造成呢当时无锅鱼的鱼价直接对砍一半。那故事呢是发生在民国84年的4月某一天，嘉义民生社区呢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与住在台南的另外一对夫妇，还有住在高雄甲仙的34岁陈姓男子5个人呢约好了一起前往高雄冈山的西边，他们去那边准备郊游、钓鱼跟烤肉。当天这5个人呢开车来到了高雄冈山西边之后34岁的陈先生就开始钓鱼啦。结果呢在黄昏左右，他钓上了一条重达4公斤的无锅鱼。其中一个人就说：哇，好奇怪啊，无锅鱼怎么有这么大只的啊？随后大家就开始烧烤食物，并且呢用锡箔纸将刚刚钓到的无锅鱼呢包了起来，一边烧烤一边吃喝玩乐。正当大家吃到一半聊天聊得开心的时候，忽然之间5个人同时听到了一个老太婆的声音。这个老太婆说：希巴喝驾的。当时大家一听到都吓懵了，马上寻找声音的来源，左顾右盼也没有看到其他的人正当大家呢觉得疑惑的时候，竟然看到烤熟的鱼嘴巴正一开一合的说着希巴喝驾的。5个人看到这个景象，全部大惊失色。其中3个人呢马上把刚刚吃下去的东西呢全部吐了出来。另外1个人呢拿起了相机，对准了这只烤鱼拍了照片。根据当时媒体刊登出来的照片显示鱼身呢被筷子夹过的地方，竟然浮现出一张老太婆的脸，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受到惊吓的5个人呢立刻返回家中，其中呢有3个人呢呕吐，并且前往了医院就诊。当时在医院，这3个人呢信誓旦旦地告诉医护人员，他们看到了烤熟的鱼会说话，并且讲了这句希巴喝驾的这种诡异现象。可是呢所有的医护人员没有人要相信，包括在场的病人也觉得他们太夸张了。后来呢还被医生训斥为无稽之谈。然而更怪异的事情发生了，因为呢钓上这条无锅鱼的陈姓男子竟然在第2天的睡梦中离奇死亡。大家想想看一位年轻力壮身体健康的男子怎么会在睡到一半的时刻呢忽然离奇死亡？后来医院在相验尸检的时候竟然找不到任何的死因，最后呢只能开出心脏麻痹的死亡证明书。他年仅34岁。当时这则人面鱼说话的诡异现象被台湾非常多家媒体报道，引发了全台轰动，甚至造成当时的养殖渔业呢生意一落千丈。那个时候这件事情也上了玫瑰之夜的鬼话连篇节目。如果有看过这个节目的人都知道呢，在这个节目当中他们有一派的专家是持着这个科学角度另外一派呢是持着民俗研究论点的专业老师。那么当时科学专家看到了这张照片，他说呢这张照片是真实照片，并不是合成照。可是呢专家说他觉得会出现这张脸，有可能是因为呢烧烤的关系跟锡箔纸的关系，再加上呢鱼皮的关系，所以呢出现了这张人面鱼的照片。这个像嘴巴、像鼻子的部分应该是肉已经被裂开或者切开的那么之所以会有这个脸的形状，是因为它可能在用铝箔纸包着烤完之后撕开的时候把鱼皮给撕掉了。而民俗专家则说呢，这张人面鱼的照片呢，他感觉有着非常特别的能量。他就说呢，在他上节目之前就有非常多的观众呢寄这张照片给他，然后呢他也听过了非常多关于这张照片的传闻。甚至呢有人讲呢，拿到这张灵异的照片呢，他说呢一定呢要在拷贝去送出去，
这样呢才能够消灾解厄。在当时啊，台湾人都知道这件人面鱼说话的怪事，造成了很多人呢长时间不敢去溪边、海边钓鱼，也不敢吃鱼的这种现象。一直到现在哦，人面鱼说话事件在台湾依旧被人们津津乐道。其实呢，在我小时候就听很多人讲了，溪边啊、海边啊、深山啊这些地方哦，常常不太干净哦。没有什么事呢，就尽量少去。但是呢，我觉得人心存善念，多做好事。我自己的宗旨就是做人做事对得起自己，没有对不起别人。上天呢，一定会保佑善良的人。今天的故事您还喜欢吗？节目尾声再次跟大家说声谢谢您的收看跟订阅哦。如果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能否给佳佳一个鼓励跟支持呢？帮忙按下订阅跟分享，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提醒哦。您的订阅跟收看会让佳佳更有创作的动力哦。我们下个礼拜四见喽，拜拜。